不得不说，台湾人的习惯是真的好。捷运排队永远排在规定线内，捷运到站永远先礼让出站的人，排队的人再多也是有条不紊。手扶电梯永远都是靠右站，左边礼让赶时间的人。不爱坐，即使空着，也永远让给有需要的人。看到带小孩，永远都会主动让座。室内公共空间永远都保持安静。人流量大的夜市，还有步行街道，地面都很干净，并且闻不到烟味。还有垃圾分类，真的做得好仔细啊！台湾人排队呢，不只是一种习惯，更是一种默契，而这份默契延续至今。台湾同胞在排队这件事上也太用力了吧！上次去台南唱 K 的时候，朋友就说要请我去吃台南的名小吃牛肉汤，说比潮汕的还厉害。唱完 K 之后，我就说那明天牛肉汤不见不散哦。结果他拉住我，现在才是吃牛肉汤的好时候。我一听就懵了，凌晨4点去哪里吃牛肉汤？他就领着我穿过小巷，来到一条路上，我远远就看到一群人。当时那个场景毫不夸张，排的大概有10几米那么长。哪怕凌晨4点，它都依然存在着。文明的人多，破坏规矩的人少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有很多的台湾人不希望被误认为是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3个字会让台湾人有一种价值观的落差。在台湾啊，排队是默契，礼让是常识，垃圾分类也不是政治正确，而是生活日常。让不让？不让咋了？让不让？你打？让！好意思的，请你让一下。为什么要让？爱心专注，知道吗？我是残疾人，你是不是？我管你啥人呢？你家里有没有老人啊？没有。你没有爸爸妈妈？没有。没有爷爷奶奶？没有。全部死掉了。是的。外婆外公全部死掉了。你跟孙悟空一样，石头里蹦出来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好的，是的。看你好意思的。老朱啊，老朱啊，老朱，告到医院去，告到医院去。中国大妈打人不需要理由，只需要一个座位。爱心座居然不是让来的，是抢来的。PUA 大法出口就伤人，还自带一个道德光环，而且啊，这明显就是一个陌生人的关系，居然还有这句不让我就打你哦，然后就真的拿雨伞连续的打，还是很用力的打，打就打了，嘴上还没闲着，把对方的全家都口头的消灭了。再反观台湾的捷运啊，在台湾就不太可能因为有这种博爱座的事件而被打。那么如果是你，假设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会怎么处理呢？哎，这个是不能拿的，这个没有用，这个没有用。这不是吧？划不来，划不来。所以说，台湾人跟中国人的差距在哪里？当超市里面有展品的时候，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会问什么？诶，这是真的吗？很像真的哦。他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这个东西的。但是呢，在中国大妈的眼中，它却成了一个食物，然后就把它顺手牵羊给顺走了。都是别人都拍着呢，你们都是土匪呀，都是土匪呀！要抢东西的啊，抢东西。有场。在台湾排队是一种默契，在中国排队就是啥也拿不到。很多人可能会在中国听到一句话，别抢别抢都有啊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很多东西并不是你排着队就有的。在中国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必须得靠抢你才能抢得到，你要是不抢呢，你的份额还可能会被别人抢走。像在中国和台湾还有一个不同，就是去吃到饱的时候，在中国呢，因为食材什么都是有限的，例如说鲑鱼啊等等，所以中国人呢他是一定要抢的。在台湾呢，排着队拿，反正他这个店叫吃到饱，他就基本上能够供应所有的人吃到饱。你要是问台湾人你是中国人吗？这个问题一丢出去，现场就会立刻安静下来，比问薪水还让人尴尬。中国人和台湾人的人生剧本彻头彻尾的不一样，你要是硬套上去，让人就会特别想掀桌。中国人说一句两岸一家亲，台湾人说一句言论自由吗？中国人回一句别乱讲，小心封号。每当台湾听到中国有什么的时候，台湾人多半会怎么想？你有的我们没兴趣。现实摆在这里的
问题，就是大多数的台湾人不会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，不是不爱和平，只是不想和失控的大妈在同一个屋檐下。前面啊，三小妹看到这个工资只有1000多的环卫工大妈被这个中国大妈抓着头发就摁在地上，我还是挺有感触的这个真的非常的野蛮啊，空瓶子的价格可想而知啊，但都没有人教过他们不该抢，真的是贫穷吗？是一种集体边界感的崩坏。这条环卫工人的命还抵不过那个空瓶子带来的诱惑。中国大妈抢的是理直气壮啊，这就足以说明他们长期的生活在一个没有规则能保护你，没有制度能制衡贪婪，能让你相信的地方。你要是不抢，你守规矩，那你就变成了笨蛋。这不是个案啊，已经是中国大妈的集体习惯了，甚至他们还会教自己的小孩，是没有羞耻感。抢瓶子的时候没有人管，抢展品的时候没有人骂，抢座位的时候还觉得是自己的权利，能抢到就好像赢了一样。我家工地被入室打砸了，我家楼梯现在啊，它没有防护，我就怕有人进来，它掉下去，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看得出来啊，屋主正在装修，现场3个小孩，其中带头的一个直接把门给踹开了，不仅擅闯了私人空间，还堂而皇之的把麻袋里的垃圾全都打翻。而屋主担忧的呢，却是楼梯没有防护，小孩摔下去谁来负责？这也算不上是关心啊，这说明一个问题。今天呢，要是那3个小孩其中哪一个摔了，不是家长会被问责，怕的是道德胁迫和舆论倒灌。况且呢，对方还是一个未成年人，文明守法守规则，这个不应该是有人看见或者没人看见的时候做出2套。由此可见啊，中国的教育缺乏贯彻落实，媒体呢也没有负起他们的监督权。中国太容易因为权力关系、舆论而让媒体失权，很难对中国接短的。潜规则主导了一切。你可能会问啊，中国人是全部都没有素质吗？那没有，只是有素质的人只能默默的吃亏。找工作都非常困难，根本就跟付出的努力没有关系。现在已经毕业2年了，还是处于备考编制的状态，但是现在招的实在是太少了，都20多了还自己养不起自己，真丢人呀！上学的时候上一节课1000多块钱上半个来小时，但是毕了业之后，假如说我们去代课，1个小时好像才几十块钱，哪辈子能赚回来？就直接就崩了。高考之前，我爸爸是想让我上那种技校里的学那个汽修，就是修车，我就不想学，我觉得哪个女孩是不是穿着那工装天拿个扳手趴车底下修车？现在就不如上一个技术学校，学门技术。我学个厨师，我还能炒个菜；学个汽修，还能修个车。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体系实际上都在倒退，开始缺钱了，但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他缺钱。它只会让普罗大众的人们开始怀疑自己怎么过得这么穷，去医院要付的钱越来越多，护士的薪水不停的在降，农村的养老金更是不能看，城管交警罚单激增，是因为他们需要创收，老师、医生、公务员都在降薪。但是啊，中共虽然知道自己缺钱，但他并不会去砍军费，不会去砍那些外交要给其他国家撑脸面的钱，一边说共富，外资企业纷纷都走了，一边说惠民，药变贵了，去医院成本增加了，有些老年人还要去借钱来治病，社保亏损了1380个亿，也让很多的中国青年人开始怀疑，你交的税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为你好？这个破产破得非常的隐性啊，它只会让多数的人慢慢的买不起更好的药吃，不再有那么多的钱可以领，甚至让刚毕业的人感觉到了没有路可以走。像这个女生毕业2年了都找不到工作，这就是学历贬值。所以在中国的女性也是很不容易啊。比如这个女生她是读师范学院的，所以她要么去当老师，要么就是得转行转生。现在她哭着说，要是当时能够去学汽修或厨师就好了。以前她浮现的是那种钻在车底的画面，她怕丢脸。现在坐在家里当不了体制内的老师，体制外的老师又只能够赚几十块钱，还得靠家里吃饭。她这才知道人穷起来脸并不是很重要，社会看的不是你努不努力，毕竟这个努力已经内卷得非常严重了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
如果有上千万的萝卜，但只有上百个坑呢？并不是这个女生没用啊，只是她已经被制度养成了被圈养的文凭机，出不了笼，飞不起来。中国教育啊，已经是不可能靠知识改变命运了，让你花钱买门票，站在命运旁边等看看有没有漏位，自己能补空。到后面她也觉醒了，还不如学她当时最看不起的汽修。抓个扳手比气质脸面更实际。好啦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。人生路漫漫，三妹来相伴，记得帮三小妹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